一份真正的地毯式覆蓋的東京新宿的購物全攻略，今天是呢最終完結篇。今天的攻略啊，将覆蓋傳說中的東京最好逛的2間潮流百貨，也有呢2家小众好店是頻道會員專屬，2家在地美食，所有店鋪的營業時間、退稅、Google Map 等資訊呢都放在下方資訊欄裡。那麼攻略開啟。我們終於逛到了新宿潮流購物的地標 Beams Japan 的門口。也許呢，很多朋友印象中呢，這是 Beams 旗下的一個很大間的選品店。大家可能呢沒有意識到，這一家 Beams Japan 新宿店呢是地表最大間的 Beams 門市，整整一棟樓啊有8層，每層主題不同，選品差異呢也非常大。所以呢，完全可以說呀，是一家購物百貨的級別，是潮流購物愛好者來東京必打卡的一站。那麼呢，從門口的裝修風格呢也能看出 Beams Japan 的定位啊，就是一家面向國際遊客的日本特產店。特別是呢，一進來1樓啊，完全就是刻板印象的日本旅行紀念品商店的氛圍，基本呢都是從日本各地選來的名產。所以呢，不止海外遊客呀，很多日本人來東京旅遊時呢，也會想要逛這一間。不僅有燕三條產的菜刀和戶外用的5金餐具，還有很多日本各地的特色調味料、日本傳統文化的手工藝品、日產植鞣革的皮具等等。特別是呢 Beams Japan 很喜歡挖掘呢日料餐飲文化的周邊，比如大家在日本小餐館常見到的裝冰水的杯子，或者是呢門口展示自家料理的特制模型呢，也被做成掛飾，逼真程度啊當真是一絕。還有不少的小手工藝品，比如呢這一種日本傳統格紋的小錢包之類的， Beams Japan 還會定制獨家的版本。元哥來拍攝的時候呢，剛好是 Beams Japan 開業10周年，會有很多限定的單品。據我所知呢，這些 T 恤啊是真的很人氣，特別是呢歐美遊客來店基本人手一件。總之啊，如果你在臨近起飛前身上還有着採購伴手禮的任務，來 Beams Japan 的1樓呢一定能完美的完成使命。很多朋友呢在1樓逛得很開心，可能沒注意到呢其實 B1 還藏着一間洋食餐廳 Craft Grill， 午餐的 cost 啊大概是3000多日元，菜色呢就是比較傳統的日式洋食，燉牛肉之類的，口味呢比較類似於酒店裡的那一種餐廳啊，不攻不過吧。如果你剛好逛累了呢，倒也是順便解決午餐的好選擇。那麼接下来呢，上來2樓，對潮流愛好者來說呀，是最重點要花時間逛的一層。元哥自己的話呢，因為不需要買伴手禮，所以基本每一次來 Beams Japan 啊，都是只逛完2樓就收工了。服飾選品的思路呢，還是一貫的，就是精選最能代表時下日系穿搭風格的日牌，其中呢也會有一些 Beams 自家的 label。具體來看一看有哪些品牌可以入選。 Needles 的人气呢是自然不用多說，算是啊知名度最高的日潮品牌之一了吧。然後呢是 Loopweiler， 主打呢產自和歌山老廠的大学 T， 完美還原上世紀美產的工藝，跟 Beams Japan 呢是深度的定制合作關係。然後啊 Titora 最近呢也經常出現在元哥的頻道，是日本的上班族型男啊選通勤裝時呢新崛起的首選品牌，以及呢主打獨家布料工藝的 Unused 的日系街頭的老牌 DCDT。 當然呢還有时下日牌的人氣當紅品牌，熱門款呢必然炒價才能入手的 Komori， 還有另一個呢差不多人氣的都市極簡風品牌 Graph Paper。 元哥試穿的這一件襯衫呢就是今年春夏的新品，原本呢就是 Beams 男裝總監的中田慎介獨立後呢仍然跟老東家保持了良好的關係。他的個人品牌 Unlikely 呢主推新時代的阿美卡基，可以看到呢選品也是非常全。卡基的話呢還有跟 Beams 多年保持良好合作的岡山系品牌 Oslo， 當然呢還有 Beams 的自家品牌 SSZ 呢是目前 Beams 旗下最偏向日系街頭風的品牌，主理人加藤忠幸呢算是 Beams 旗下的明星级球員啊。 Beams 刚刚呢也帮他出了自己的第1本書。當然呢很多兄弟啊來逛2樓的主要目的呢還是要選 Beams Japan 的自家原創品牌了，標誌性的小紅繩也曾呢紅極一時。這1-2年的話呢，品牌從高品質的日產基礎款也逐漸的轉型到了日本特色的紀念品服飾，藍染啊還是劍道等呢日本傳統工藝的設計呢逐漸成為主推款。總之呢 Beams Japan 的2樓啊推的都是時下最核心的看板級別的日潮品牌，夠潮流愛好者的兄弟們逛上一陣啦。那麼繼續呢上來3樓，仍然是潮流選品，有一半的區域呢是女裝以及呢球鞋的選品區。 Beams 的球鞋選品啊基本上都是時下日系穿搭
搭中會用到的最主流的款式，可以說呢是風向標級別了。另一半呢原本是戶外專區啊，主要是娜娜米卡或是北臉指標之類的品牌，不過呢在都市機能風人气下滑的时下呀，就被改造成了一個 pop-up 專區。元哥來探店的當下呢，展示的主要是 Beams 50周年跟 Ralph Lauren 聯名的款式。繼續上樓，4樓的主題呢是 Tokyo Cultural Art， 屬於呢文青的最愛。主要就是呢 Beams 會挖掘很多日本新進的前衛藝術家，幫他們呢宣傳和售賣周邊單品，就很類似呢大家熟悉的 MoMA 的 Beams 自家版本，裝修的還蠻有趣的。中間呢會放一輛小卡車，算是呢很適合拍照打卡的一站。上來5樓是日本傳統手工藝商品的集合店，瓷器呀、木工這一些。值得一提的是呢，目前超高人气的柳宗理設計的蝴蝶椅呢，在這一層就可以買到，會有一個呢天童木工的專區。最近呢這款也是漲價到7萬多了呀。至於呢很多遊客是怎麼塞進行李箱帶回去的，我也覺得很神奇。最後呢6樓和7樓是 Beams 的紳士正裝品牌 Beams F 的專屬樓層。到這裡呢整間 Beams Japan 就逛完了，既能買到當紅日潮品牌，又有本土的伴手禮和藝術文化品可以逛，來日本購物必打卡的一站，絕對的實至名歸。那麼終於來到了呢東京排名第1的潮流百貨，任誰來日本啊想要潮流購物呢都不會跳過的伊勢丹百貨南館。先來小聊一下呀，伊勢丹在日本的地位吧。創立於1886年，1950年代呢開始大量引入歐美品牌，確立了時尚的伊勢丹的定位路線。自此呢就一直引領日本人的穿搭風向，屹立不倒。伊勢丹南館創立於1960年代，也終於呢慢慢發展成為現在的日本啊也是少見的整棟大樓的男裝商場。那麼到底有哪些好貨呢？南館啊總共有9層，全認真逛遍的話呢，感覺一整天都不夠。作為遊客的你呢，想要節約寶貴的時間啊，就需要看一下元哥的攻略了。1樓正門進來呢，就是一個 pop-up 專屬空間，很多品牌呢都會把伊勢丹作為進軍日本市場的第一站。元哥來的當天呢，正好是 Maison Margiela 的26春夏快閃。那麼1樓主營呢是香氛和配件，男士用的香氛品牌啊是超級的全，剩下呢就是皮包和銀飾等等。很多人呢会忽略掉伊勢丹南館的 B1， 那就真的蠻可惜的。這裡是呢男士鞋子的集合地，可以找到呢幾乎全世界所有的知名品牌，有正裝上班的鞋子，比如呢日本的正裝老牌 Regal。然後呢很多兄弟可能沒注意啊，其實伊勢丹的潮流球鞋呢也是集大成的級別，時下當紅的 On、Salomon、New Balance， 還是呢 Essex 偏向潮流的款式啊都有。休閒皮鞋款式的話呢，被稱為日系穿搭標準答案的法國老牌 Paraboot， 它的米卡埃路款式呢一直暢銷不衰。以及呢另一個品牌 JM Weston， 也是很多日潮品牌啊在拍 look 時呢會用到做搭配的鞋款。B1 呢還有超多的箱包品牌可以選，大家喜歡的 Porter Yoshida 呢在伊勢丹就非常全。那麼接下來呢，對喜歡潮流購物的兄弟啊，元哥就建議跳過中間的精品品牌樓層，因為說實話呢，在東京任何商圈啊都能逛到，想節約時間呢就直接搭電梯來到6樓。這一層呢在伊勢丹南館的定位呢是日本設計師品牌，其實呢也就是我們平時口中的日潮品牌。元哥自己每次來伊勢丹呢也是基本上只會逛6樓而已。同樣的，一出電梯呢就是 pop-up 快閃店。這次的快閃品牌呢是這幾年逐漸走紅的時裝品牌信雅口茲卡，大膽的 baggy 剪裁的短褲啊是品牌的代表作。整個6樓呢分成2大區域，一派呢基本是固定出店的品牌，比如呢日系五谷風的代表品牌 Wacko Maria。到了夏天呢，它的代表作的夏威夷襯衫啊是真的非常暢銷，特別是其中的豹紋款式。然後呢就是大家熟悉的日潮的老大哥 Neighborhood， 代表作呢就是它的破壞牛仔系列，以及呢美式復古造型的香爐，算是到了呢家喻戶曉的程度。品牌太多了呀，就不一一覆蓋，說幾個重點的。日系時裝的頂尖品牌之一 N Hollywood 在伊勢丹6樓呢，我感覺啊是占地最大的一個品牌，人氣和地位呢可見一斑。對品牌還不太了解的話呢，可以翻看一下元哥曾經做過的品牌全支線全攻略影片。另一個主流的日牌呢就是Junya Watanabe，作為呢川久保玲最為滿意的大弟子，他的個人品牌呢也是 CDG 集團如今的支柱之一，絕對是呢日系時裝的門臉擔當級別品牌。然後呢還有 White Mountaineering 白山，是日本都市機能的頂級品牌，日
本皮具的代表品牌 Under Schema 等等，都是6樓的固定嘉賓。那麼也有不少呢，元哥感覺呢，隨着人氣在流動的品牌，人氣高時呢就能占一席之位，人氣下滑呢就會默默消失。這個區域呢頗有伊勢丹叢林法則的意味。7 by 7是一個類似 Hollywood 的古着系設計師品牌，這幾年呢算是在伊勢丹站穩了腳跟。Aura Lee 的話呢，則是元哥親眼見證啊，從最開始的貨架上的幾件單品，到如今呢有一整個自家的伊勢丹專區的品牌。即使是日潮的老大哥 Needles 呢，目前在伊勢丹啊也只有自己的一個小小貨架而已。另外2個呢正在逐步擴張地盤的品牌啊，一個是 York， 另一個呢是Showtime，算是呢跟緊了 Aura Lee 的腳步。而 Blooms 呢則是伊勢丹的另一面，元哥也算見證了呢它的停滯不前，櫃位縮小。更為殘酷的則是呢，曾經的人氣王娜娜米卡和北臉指標，在元哥來探店的當下呢，已經消失於6樓，被殘酷的撤櫃。總之呢，相信大家也能看出，時下的老前鋒穿搭呢，正逐步成為日系潮流的主流趨勢之一。伊勢丹6樓的地盤之爭呢，算是一個日潮江湖風雲變幻的縮影。這裡呢，寸土寸金，只有靠實力和銷量才能存活下來。那麼別忘了上來8樓，這裡呢還有另一家日潮老牌的 Porter Classic 可以逛，不論箱包還是牛仔還是襯衫等等，都是代表了日產工藝的頂級水準，非常值得來朝聖一下。以上呢就是新宿伊勢丹南館的快速高效的濃縮精華版的逛店攻略。不僅呢在短時間內啊，主流的日潮品牌都能逛到，這一間百貨呢針對外國遊客還有特別的折扣優惠，同款的話呢對比別家就會更便宜。推薦大家有新衣款啊，就優先在這一家百貨下單。不過呢遊客折扣卡呀，好像要到旁邊的本館去領取。那麼按照慣例呢，又到了元哥的在地美食推薦時間。喜歡大口吃肉的兄弟別錯過這一家 Sticky Rice do Kare no Mise。作為一家牛排店呢，最大的特色就是使用30天慢熟成的牛肉，再撒上呢特制的醬汁，口感非常的鮮嫩啊，絕對不會有傳統牛排啊那一種咬不動的尷尬。關鍵是呢價位上走 CP 值路線啊，肉量可以自己選，預算豐儉由人，最低呢1000多日元就能在新宿這一個呢繁華商圈吃到滿滿的蛋白質能量。在 Google Map 上呢有4000多個評價，評分接近滿分，實屬難得。那麼呢，再來一家新宿繁華商圈中的高評分好店，就是這一家呢天婦羅老字號天秀。這是一家名店了，有超過半世紀的歷史，特色呢自然是講究傳統的職人技法，現場呢在食客的面前炸制天婦羅，讓這家老店啊能存活至今的是多年來呢保持着良心的定價，特別是午餐呢可以說是神級的 CP 值，1000多日元啊就可以在新宿體驗傳統的日本料理的功底和手藝，真的太划算了。以上呢就是全部元哥的新宿潮流購物的攻略全篇了。看完後呢，你會發現啊，其實在新宿逛街啊，真的是便利2字，百貨超集中，品牌夠全，可以一站性購齊，所有百貨呢都可以退稅。伊勢丹這樣的大店啊，還有遊客優惠，真的是非常適合呢來日本，時間不多，只留了短暫日程給購物的遊客。今天啊就分享到這裡，咱們下期攻略見啦。